好，回到环境全世界，我们一起来看的是川习会之后啊，整个全球，特别是中美两强之间的互动啊，建立了一个新的架构跟秩序哈。当然，直接也牵动到了印太局势，还有包括国际地缘政治。川普在离开北京之后，我们也知道，接下来呢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丁了。那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已经表示啊，普丁访中的筹备工作已经完成。普丁将会很快的造访中国大陆，具体时程会在对外公布。而这个时候呢，南华早报则是报道说，普丁访中的时间啊，根据他们的了解，预计是在5月20号这一天，为期1天。但这次访问呢，纯属莫斯科跟北京之间的例行性往来，不太可能会有什么盛大阅兵啊、隆重欢迎仪式啊，因为大家也想说会不会跟这个川普之间来做一个比较哈？不会啊。那么中国官员呢，这一段时间呢，也都忙着安排川普的访问行程，所以呢，就是例行性的到访。那连同普丁接下来的访问在内呢，也使得中国大陆呢成为全球第一个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连续接待了联合国安理会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领袖的国家。先前我们看到了法国的马克宏在去年12月去北京访问，英国的施凯尔是在今年1月，那5月份呢就看到了川普之后就是普丁啊。而目前呢处在停火阶段的美伊战争啊，4月份开始呢，其实在联合国安理会当中也看到，因为伊朗议题爆发了非常激烈的争执，俄中两国呢多次在安理会的投票行为啊是一致的，不但否决了以美方为主想针对伊朗荷姆兹海峡开放采取行动的这个决议啊，同时也阻挠了对于监督伊朗核计划的提案。好，所以现在看到南华早报说，普丁即将的访中之行啊是属于例行性的往来啊，但并不代表不会出现非例行性交涉的可能。所以大使，我想先请教您怎么看这次普丁去哈？是不管是打算联中制美，或是防范美国拉拢中国，主要希望达到的目的跟北京交涉的重点，您怎么看？我觉得不外3点哈，一个当然还是俄罗斯目前自己的状况，这个俄乌战争啊，还有外交上孤立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普丁来讲的话，现在欧洲是没有人欢迎他去啊，美国也没有人欢迎他去，世界的强国里面，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代表了战略上的一种支持，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经济的后盾，因为俄罗斯现在各方面它的这个民生物品的依赖啊，事实上美国一开始在俄乌战争就在卡它这方面，你看那些连麦当劳都撤了，对不对？然后那些外国的，比如说Hyundai啊、Toyota， 通通撤了。那这个，所以它这个民生物资方面啊，它如果没有中国大陆的话，它民众会有恐慌的。那另外一方面还有它这个资金的调度的部分，我觉得这些在这些整个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没有都拿掉之前，那中国大陆对俄罗斯的重要性那是不言可钱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一次事实上美伊战争以后留下来的这个国际能源市场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调整情况之下那其实俄罗斯它主要还是能源的外销。那么俄罗斯在过去几年一直向中国大陆比较强势的销了很多的这些能源产品。那现在俄罗斯自己本身情况并不好的情况下，可能它又有另外的构想在里面。那所以我觉得普丁事实上的话是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定是有事情的。那我想来想去就是说在金融上，在双方的经济的这个所谓的互补性的交流增强下面，还有就是国际能源市场一个混乱之下那普丁看看能不能从中国大陆那边再分得比较多的份额的这种市场中国大陆的市场。那在就某种情势上来讲，也对最近的一些国际上的很大的变化，这个叫 compare notes， 就是说想看看你的想法。比如说日本的军国主义的这个在崛起，然后呢这个美伊的战争，然后呢这个俄乌的战争，欧洲的变化，我觉得大概是全面交换一个意见。了解，有些媒体我最近看到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普丁这次去，然后在前面
才前脚刚走的这个川普，两个人做这个规格的比较，其实真的不需要，因为其实中俄两国的这个见面，比起中美两国这个太频繁了。那当然，除了俄罗斯以外，哈，这次日本也在高度关注2026年第一次的这个中美元首会。日经新闻就揭露说呢，日本政府原本积极要争取，希望川普在去北京之前可以先到日本访问，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能够直接向美方表达日方对中国问题的立场。那最后呢，因为这个伊朗的冲突升高啊，所以没有能够实现这个安排。而这个情势目前最新的发展就是 NHK 报道说，在日本时间15号的晚上，川普在空军1号上面打电话给高市早苗了。那两人通电话大约15分钟。川普特别在电话中呢，说明了这次到北京访问具体的一些状况，双方也针对包括经济安全保障在内的经贸议题啊，还有跟中国相关的美日安全保障等内容交换意见。高市早苗就表示呢，对于川普在通话当中给予日本的大力协助哈，表达深切的感谢。美日关系这样听起来是不变的，但是中日关系好得了吗？我们最近看到了日本儿童政策担当大臣啊，叫黄川田仁志哈，这个礼拜到上海去参加 APEC 部长级会议。那这也是中日关系恶化以后呢，第一次看到日本阁员到中国大陆去。中美关系因为习川会现在看起来，刚才也提到紧张的气氛稍微和缓下来好，但是中日呢，金哥，我想啊，基本上来讲，这个中日关系存在结构性的挚爱，这个而且它有很多没办法排除的矛盾跟歧见。这个日本拜托这个美国去传个话，但是呢，他没有见诸于中国大陆所公布的这个会谈记录，也没有见诸于美国所公布的这个会谈摘要。所以换言之呢，这个基本上来讲，你拜托转话不是个东西，你知道根本就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无论如何也要应付应付，所以他给了他一个电话。你想想看，15分钟的电话加上翻译，能够讲些什么话？也不过就是你就拜托我的事我做了，也就是这样，要给这个稳住这个关系跟他的情绪。那对于高市早苗而言，利用这个事情这个叫做顺着杆儿往上爬，立刻就发布这么一个感谢声明来，好像造成一个印象。哎，我们呢，美日关系很稳固，美日关系很稳固。他们呢，这个两个大头这样讲，我们呢并没有缺席，我们是个议题。可是问题是，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而且像这个 APEC 这种定期的会议去，然后呢也没有说是真正造成关系的突破，所以这个可以明显看出来，北京并不在乎就是说他就把这个难堪残酷的真相摊出来，我们就是搞不好。但是呢，高市早苗这边要各种的掩盖，你知道这个世事仍常如常运转。所以两边的气势一看就知道高低。对，阿史，你觉得刚刚金哥特别提到说，日本也在高度关注哈，蛮紧张。这一次看到就是观察整个中美元首之间他们的互动。我觉得日本不用紧张了，而且现在川普这次没有答应去东京见高市早苗，我觉得这个是 no issue， 就我真的觉得很不重要。虽然是日本想要的，但是川普没有去日本，不是因为伊朗战争啊。他根本不想去，他说：“嘿，我去年11月才去你那边，而且我都是给你一个很好的 show。”他认为没必要，我都非常 nice 啊，我有很多非常，不管是日本国内或国际新闻都报道这他们两个节目的时候去跑一趟，真的是没有必要啊。如果而且他去北京3天2夜，那如果他讲过东京的话，那整个行程你加上飞行时间时差，就变成1个礼拜的行程。对，他觉得根本没有必要，我随时可以跟你通电话或视讯了。所以我觉得日本这个要求真的是很奇怪，真的是没有必要。但是因为日本一直很希望随时密切关注是有没有得到美国关爱的眼神嘛。但是说实在啊，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川普第一个任期，他跟安倍晋三关系是非常好。那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他跟高市早苗的关系也是一样，也是很不错的，没有什么冲突，他没有背后说他的坏话等等了。那重点来了。日本答应，就像台湾的南韩、欧盟一样，你答应川普这个大金额投资啊，那对川普来说，最重要是钱什么时候到位？钱什么时候到位？哈，讲到钱哦，我请教张老师，因为美国财长 Basin 他这个礼拜也跟日本的财务大臣
片山高月进行了大概35分钟，其实非常短。这个美日财长会议，那他也表示说美方并没有向日方提出任何有关货币政策的要求，没有在干预啦，这也或者说是在试图要淡化市场对于这个美方干预日本央行政策方向因为他希望能够透过他的说法来淡化这样的疑虑但是真的是如此吗？日元的稳定对于美债的影响，您的观察是什么？这个事实上是这样。就说这种利差的关系，所以日本人发现到我日元的汇率对美元，我如果日元贬值，我多卖掉日元，我去买美债，因为美债的利息比较高，所以呢，这种情境呢就出现那个什么呢？就是说，如果美债的利率，你看最近这几天30年呢，已经飙到1.5，很高，一定会加速很多日本人去买美债。因为利率高，可是买越多的美元的时候，日元就越贬，所以日元呢，就因为美债这种利率的往上升，造成什么？造成它的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会贬值。对，那可是美债利率的上升谁做成的？是造成的，是美国政府一直发行公债，反正就一直借嘛。所以呢，这种拿公债借钱的方式，提升了这种美元公债的利率的时候，就会间接影响到日元的汇率的怎样被贬值。可是日元汇率被贬值的时候，尤其最近这几个月，美伊战争会更严重的影响到日本的这种所谓的原物料输入的价格，产生所谓的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对，所以日本对这一块很战兢兢。那怎么办？可能到最后被迫要升息，唯有升息才可以稳住我日元的汇率。所以我们一般人外面人在看的时候，就感觉说，哇，好像你美国这一块好像手已经伸进来日本这个货币政策了。事实上，这是整个市场的波动造成的蝴蝶效应。对，但是日本又感到何其无奈这个战事不是我造成，通膨不是我造成的，但是现在呢，却还要我在货币政策上面可能做些调整。对，所以日本未来升息有那个迹象会往上走，没办法，因为压不住那个 CPI 的问题，就是那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对，顺着您的话，等一下我们回来就要来看就是现在虽然川习会结束了，可是呢，还有一些国际议题，特别是在中东地区这边，荷姆斯海峡什么时候开放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